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国际新闻特别像一场综艺吐槽大会？欧盟外交官一开口就说中国、俄罗斯、伊朗、朝鲜，这是专制联盟，挑战所谓的国际秩序。结果中国外交部火力全开，直接怼回去：你们这些人啊，根本是井底之蛙，还夜郎自大。哎呦，这么一吵，感觉全世界都变成了键盘侠，互相甩锅甩得比抖音挑战赛还快。但问题来了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井底之蛙？是欧洲人，还是被他们骂成专制的这些国家？更关键的是，如果规则真被改写，我们这些普通人是不是会在一觉醒来之后，发现自己成了历史剧的临时演员？别急，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，从殖民旧账到欧盟内讧，再到美国霸权，最后连以色列都被拉出来对比纳粹。这场国际大戏比宫斗剧还精彩。各位朋友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最近的国际舞台啊，特别像一场嘴炮奥运会，谁嗓门大，谁词够狠，谁就能抢到头条。你看这次欧盟外交官一开口，直接甩出一个大标签：专制联盟，把中国、俄罗斯、伊朗、朝鲜给打包丢进去，好像全世界就分成两波，一波叫正义联盟，另一波叫邪恶专制。这话一出，瞬间炸锅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火力全开，说这帮人啊，完全是历史常识严重不足，满嘴都是意识形态偏见。更狠的是，还甩了个特别接地气的词：井底之蛙，意思就是你们天天仰着头，看见的就那一片小天，还以为自己什么都懂。说到这儿，我得插一句，外交发言人用词其实挺讲究的，一般都比较圆滑。结果这回直接开大，甩了个夜郎自大加井底之蛙，这就不是简单的辩论了，这是带着火药味的当众开杠。为啥要这样？因为这事背后其实不是嘴炮这么简单，而是关乎谁有资格定义世界秩序。你想啊，欧盟现在为什么老盯着这几个国家不放？道理很简单，在他们眼里，中国、俄国、伊朗、朝鲜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完全不符合他们心里那本民主教科书，于是他们就下了个结论：不听我的，就都是专制联盟。但问题是，听起来正义凛然，其实逻辑很奇怪。你说人家挑战秩序，可是这个秩序是谁定的？是不是你们当年殖民扩张，掌握资源，制定规则，然后说这就是国际秩序，大家都要遵守？就像打篮球，规则是裁判定的，可是想象一下，这个裁判自己一边吹哨，一边下场强求，还顺便给自己判个罚球，你说这公平吗？所以中国的回应其实就是在提醒你们这些人别忘了，二战之前，你们这些所谓的文明强国是干了什么勾当的？到处殖民、掠夺、分地盘，把全世界当自家后院，今天却一副圣光加身的样子，动不动就说别人专制、邪恶。这逻辑搁我们普通人生活里，就是你家以前偷过邻居鸡，现在还跑出来骂别人家饭桌不干净，谁能服气啊？而且更有意思的是，欧盟这一波操作还不完全是统一口径。你看，真正大国的外交官，像法国、德国这些重量级玩家，他们其实话都说得很谨慎，偏偏跳出来大声喊专制联盟的是爱沙尼亚的外交官。大家知道吗？爱沙尼亚人口才130万，比一个台北市还少。这就好比一个小区楼长跑到市政厅去说，我代表全市居民发言，你说这话能有多少分量？中国这边当然就借机反击，直接把他的身份背景拿出来说，是你自己国家历史上受过俄罗斯统治，心里积怨很深，所以讲话带着偏见，这能代表整个欧洲吗？显然不行。但为什么偏偏是这样的小国外交官敢喊最凶？原因其实挺现实，大国说话要顾全大局，小国反而敢放狠话，博存在感。你骂得凶一点，就能在欧美内部的舆论场上刷存在感，好像在证明自己站队正确。可在中国看来，这就是典型的跳梁小丑。不过咱们也别光看热闹，这场外交嘴炮其实透露了一个更深的现实，历史的解释权才是真正的武器。谁能把历史讲成对自己有利的版本，谁就能在道义上占高地。欧盟说你是专制联盟，其实是想把自己包装成世界秩序的守护者，而中国的回击就是把话筒抢过来，别忘了，你们当年才是侵略者。所以这一回合的嘴炮不是单纯的吵架，而是抢话语权。说白了，大家比拼的不是谁更有理，而是谁能让更多人相信自己有理。那问题来了，如果未来的国际秩序真要被重新改写，那是按照欧美的剧本，还是要纳入更多声音？这个问题其实才是这场嘴炮大战背后最值得我们琢磨的。上面我们聊到井底之蛙的外交嘴炮，其实背后真正较劲的是谁有资格定义历史，谁有权利制定规则。那我们就得从旧账说起了。大家别忘了，今天动不动喊别人专制的这些欧洲国家，当年可是殖民帝国的原厂商，英国、法国、西班牙、葡萄牙，个个都是开分店开到全球的加盟霸主。他们那时候的逻辑特别简单，地球是我的游乐场，谁有资源，谁有黄金，谁有港口，统统都给我拿下。你说这是不是很讽刺？当年他们在亚洲、非洲、美洲干的事情，放到今天国际法的标准里，那就是赤裸裸的侵略、霸凌、掠夺。可是他们自己写的历史教科书里，这些词很少出现，更多的表达是开拓、文明使命。就好像当年抢人家东西，还要说成帮你升级生活品质。举个例子，伊朗，当年伊朗就是典型的殖民受害者，欧洲人疯狂染指中东石油，拿走了资源，还留下了一大堆伤疤。等伊朗今天想要自己掌握命运，走出独立发展道路，结果马上被贴上流氓国家、威胁地区和平的标签。你说这公平吗？再看朝鲜，别
管今天大家怎么看它，但历史上朝鲜半岛可是被日本殖民压榨得体无完肤。二战之后，美国直接插手，把半岛劈成两半，到头来朝鲜坚持自力更生，却被骂成邪恶国家。这逻辑有点像是你把人家房子烧了，再怪人家怎么还不装修好啊。而中国呢，大家都知道，近代史上中国吃过多少殖民的亏，从鸦片战争到列强割地，每一步都被迫签不平等条约。可今天中国崛起了，有了自己的军力和经济话语权，马上就有人说这太危险了，挑战国际秩序。可是兄弟们，你们当年抢我地盘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这秩序是公平的吗？所以问题的核心就来了，欧洲人嘴里的国际秩序，其实更像是他们自己当年定的俱乐部规则，进得来的是文明人，进不来的就是专制者。但现在格局变了，中国、印度、东南亚，甚至非洲国家都在快速成长，新玩家越来越多，老玩家自然有点慌。这就好比打麻将，以前桌上就你们几个老手，规则怎么定你们说了算。现在新手上桌了，还带着一大把筹码进场，你们一边嫌人家打得不正规，一边又怕自己赢钱的机会越来越少，那怎么办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舆论上先压制，给新玩家贴标签，说他们不懂规矩是威胁。可是这个世界真的是原地踏步的吗？显然不是。我们看到的现实是，全球经济重心正在东移，新兴市场在崛起。你们老是拿着殖民时代的眼镜看今天的发展，其实就像拿黑白电视机去看4K 电影，能看清吗？当然看不清。所以啊，中国说他们是井底之蛙，其实不光是骂人，还点出了一个现实：世界早就变了，可你们还活在上个世纪的幻觉里。更关键的是，这种历史观还影响他们对今天的判断。比如，他们看中国修高铁、搞科技、发展军力，总觉得这是威胁。可如果换成自己国家搞这些，那就是进步、安全。这就是典型的双标。就好像邻居家买了辆新车，你非得说人家炫富、扰民，自己买新车呢？那就是改善生活品质。问题是，这种话术在全球范围内还能骗多久？新兴国家的人可不是没脑子，大家都知道历史的伤疤，大家也都清楚谁曾经在他们土地上当过霸主。现在轮到这些国家自己发声了，自然不愿意再接受老规则的摆布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人要问，那欧洲人是真的不知道这段历史吗？当然不是，他们清楚得很，只不过选择性遗忘而已。就像有些人只记得自己帮邻居戒过盐，却忘了当年还偷过邻居一只鸡。所以啊，这场所谓的秩序之争，本质上就是老牌殖民者不想让出话语权，而新兴力量则要拿回属于自己的尊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当旧账还没算清，新格局又在重塑，未来会不会出现新的历史版本？谁来决定什么才是真相？这个问题咱们得放到欧盟和美国的关系里去看，因为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。一个是合租室友之间的内讧，另一个是房东美国收租收的比谁都狠。上面我们说到旧账没算清，新格局又在重塑，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，欧洲人光顾着骂别人专制，可他们自己家里真团结吗？答案很简单，不团结，甚至经常打内战。你看啊，欧盟就像一个合租公寓，20多个国家住在一起，大家本来是为了取暖才抱团，结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。法国觉得自己是老大，德国觉得自己才是经济发动机，意大利和西班牙呢，老想着怎么才能少交点房租。那小国家更有意思，人口比一个城市还少，却也要在厨房里拍桌子，非得参与大事讨论。你说这屋子能不吵吗？说到跟美国的关系就更戏剧化了，美国就是那个房东，还特别霸道，每次合租室友之间吵得天翻地覆，美国拍拍桌子，好了，你们别吵了，租金先交了，结果大家还真得乖乖交钱。比如最近欧盟跟美国谈贸易协议的事儿就特别典型。欧盟本来想着搞点对等合作，结果协议一签下来，法国议员直接炸毛，说这完全是彻底的投降。意大利议员也跟着喊，这协议是对川普的屈服，甚至连欧洲议会主席都说这是不符合欧洲利益的妥协。你听听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合租室友们一边骂房东黑心，一边又不得不掏钱的无奈。更搞笑的是，欧盟代表团去美国谈判的时候，那场面真有点学生见家长的味道。美国人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，欧盟代表点头哈腰，生怕说错一句话就被训斥。结果川普还真没给面子，当场冷嘲热讽，镜头前看着都替他们尴尬。你说这算什么盟友关系？这更像是一个长期被支配的合约工。而且别忘了，欧盟内部本来就各怀鬼胎，法国和德国经常一个往左走，一个往右拐，东欧国家又更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，南欧国家关心的是经济复苏和失业问题。每个人都想捞点好处，可一旦要团结一致对美国说不，那就没人敢带头，因为谁都怕，要是跟美国翻脸了，自己吃亏咋办？所以我们看到的局面就是，嘴上说要战略自主，身体却还是很诚实的靠在美国身边。你以为他们能真跟美国平起平坐？想太多了。更别提俄乌战争这一出，直接把欧盟推到墙角。美国一句话，来，大家一起制裁俄罗斯。结果欧洲自己经济被打得七零八落，德国工业受重创，法国能源账单爆炸，英国直接脱欧跑路，意大利、西班牙通胀高企。可是面对美国的要求，他们还是硬着头皮跟上。最后呢，美国倒好，卖能源卖军火，赚
赚得盆满钵满。欧盟自己呢，像极了那个被逼着充话费的用户，心里苦，嘴上还得硬撑。你看，这就是现实。欧盟对内吵成一锅粥，对外又被美国牵着鼻子走。表面上他们还想扮演世界秩序的守护者，可实际上他们自己能不能守住家门口的经济和政治稳定，都是个大问号。那这背后说明什么？说明所谓的欧洲声音经常并不是统一的。你在新闻上看到的那些强硬表态，很多时候就是某个小国外交官为了刷存在感而已。法国、德国这种大国，其实想法很复杂，一方面怕得罪美国，另一方面又不甘心永远被压在美国身下，这就造成了一个特别微妙的局面。新兴欧盟想要独立自主，但每次关键时刻总是掉链子，心想硬气吧，没那个实力；想妥协吧，又怕被骂没尊严，就像个夹心饼干，被美国和现实的铁拳夹得死死的。所以，当欧盟外交官跳出来喊中国、俄国、伊朗、朝鲜是专制联盟的时候，其实背后也有小心思。一方面是在给美国递头名状，证明我们站队很坚定；另一方面也是想在国际舞台上找点存在感，哪怕只是刷一刷头条。但问题是，这种嘴炮式外交能解决问题吗？显然不能。相反，还会让人觉得你们欧盟自己都内讧不断，凭什么来定义别人的未来？大家好，咱们聊完了欧盟、美国，甚至中国、俄罗斯的那些历史小故事，今天咱们终于来聊聊未来这一块。咱们可能得认真的思考一下，世界究竟是往哪个方向走？首先，我们得问个大问题：美国真的是未来的全球领导者吗？哦，别笑，听我慢慢说。你看，现在的美国内政问题一堆，经济动荡不安，政治乱得跟八竿子打不着的瓜都能接上，老百姓对领导层的不满已经没几个人看不出来了。你还记得特朗普那会儿在白宫搞的那些事情吗？真的是给全世界上了一课。你就算是超级大国，也不意味着你永远能站在全球的顶端。美国现在能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吗？有时候我们看新闻都想笑，特朗普在打国际官司，搞得像是个漫长的连续剧，最高法院判他输了，他又继续闹。这些年，美国做了不少违法的事，反倒好像无所谓，反正我就是强，谁能拿我怎么办？好啦，今天的美国看起来像个金大人，威风八面，但问题是，你能靠这么一个国家撑起整个世界秩序吗？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得看一看中国了。中国现在可不是当年那个经济刚起步的国家了，咱们说的可不是10年河东，10年河西，而是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全球布局。你觉得未来会是美国在主导全球秩序，还是中国这股力量会带来些改变？说到这儿，你是不是有点困惑了？为什么中国近些年跟美国的竞争那么激烈？很简单，全球的秩序在悄悄变动，美国能掌控的影响力在逐渐被撼动。再想想俄罗斯、伊朗、朝鲜这些国家，过去的政治利益可能在某些人眼里是邪恶的象征，但说不定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，他们的立场就变得很有分量。我们常常说世界是平的，但说真的，现在的世界怎么可能真的是平的？从全球经济到军事力量，再到国际外交，各国的博弈就是这么复杂。中国的崛起、俄罗斯的挑战、美国的霸权，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国际大棋局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国家越来越不愿意按照美国的标准来行事？这是不是意味着未来的国际秩序也许会发生一些更大的变动？当然，这不是要让大家觉得哇，世界末日要来了。其实，真正的挑战是全球力量的转移，不再是那种突如其来的改变，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。想想看，我们的下一代，他们会不会习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？可能会是一个没有单一霸主的世界，而是一个充满竞争和合作的全新秩序。话说回来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像中国、俄罗斯这样的大国，不仅仅是在军事上强大，经济、科技、文化上，他们对全球格局的影响力也在逐步增加。这个时候，国际上如果再出现单极或极端的力量，可能会有更多的国家站出来发声。所以，未来可能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大杂烩世界，大家不再是简单的站在某一个阵营里面，而是要搞清楚各自的利益所在。这一点绝对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。你可能会问，那我们怎么做？就这么等着全球大变革吗？当然不是。你看，现在很多国家都已经意识到，全球局势早就不是单纯的以大欺小了。也许未来的国际竞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互搏，更是文化上的交锋，科技上的较量。所以，面对这样的局势，每个国家、每个公民，甚至是我们普通老百姓，都得有一种更加开放的全球视野，才能抓住未来的机遇。说到这里，你们可能也和我一样，开始感受到未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。会是一个更加公平、更加多元的全球秩序，还是说依旧会被少数几个大国的利益绑架？全球的变化，今天你我可以做的就是多多关注、多多理解，别让自己被过时的观念局限住了。结尾时，我想给大家留个问题：你认为未来的世界真的会是那种和谐共处、没有单一霸主的格局吗？亦或是我们还得接受强者恒强的现实？世界已经在变，我们又该如何适应这场历史的旋转木马上？如果你也对这些问题感兴趣，那就继续关注我们未来的国际政治，绝对值得我们一同深入探讨。